Hello，大家好！转眼间就到了5月份，经过了4月底的突如其来的高温，又突然降温，下了几场不小的雨。院子里的玫瑰就像是按了暂停键，不论是开了还是没有开的，都定格在1周前的状态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院子里正在绽放的玫瑰吧。第一个出场的是黄金庆典。这一棵黄金庆典是去年种下的裸根苗，我把它种植在朝南的一个花箱里，因此它的光照条件是非常好的，是有全日照的光照。这一棵黄金庆典，它能够长出非常硕大的花朵，花瓣层层叠叠，还具有非常浓郁的香气。黄金庆典按照官方网站上面说的是一棵灌木，也有一些花友把它养成一个藤本，不过在我的院子里，它暂时还是以灌木的形态出现。我在黄金庆典的旁边种了一棵蓝色的铁线莲。黄金庆典它的花非常的大，下雨以后那就花头非常重，很容易垂头。刚开始的几年有可能要贴在地上。因此，如果把它养成一个藤本，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够把它的枝头固定在支撑器上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欣赏它的花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来到我院子里的一棵为数不多的红色的玫瑰。这一棵是 David Austin 的达西布塞尔，它种植的位置是朝向西南，大概有4到6个小时的光照。达西布塞尔给我的感觉是它的耐阴性挺不错的，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光性在这一个半阴的区域里。达西布塞尔它的花瓣是紫红色，初开的时候红色比较明显，但随着开花的进度，它会慢慢的呈现一些紫调。达西布塞尔它初开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花型，它中间有一圈孢子，然后旁边是散落的，就像是一个皇冠一样。然后随着它打开，那它就是比较经典的4分花型。达西布塞尔跟黄金庆典相比，它有非常好的直立性，即使是淋了雨，它也不容易垂头，这一点是非常好。不过它的花瓣并不是十分耐晒，因此如果你把它种在全阳的区域，有可能在花期比较短，只有3到4天，但它似乎非常的耐雨淋，因此适合阴雨天比较多的地区。在达西布塞尔的旁边是一棵安妮公主，这棵安妮公主原来是从另外一个花坛，今年才把它移栽到这里，它恢复得非常好。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花瓣，它现在花也开得很多。它是一个多头的月季，你可以看到，这2根强笋上来，它有非常多的花苞。它的颜色是玫红色，就是非常正的玫红色。刚打开的时候，粉色调更重一点。打开3天以后，那就很明显的呈现一个紫色的色调。安妮公主她确实很有公主的风范，因为她打开的话，也是有那种像是皇冠一样的造型。这棵是已经要谢掉的样子，它的自洁性还是挺好的，它花瓣能够在开放以后，花期过后它就会掉落，自行掉落。再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贝因月季种植区。首先在最外面的这一棵是戴斯德蒙纳。它刚初开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贝壳粉在它的花心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这个颜色会转变为纯白色。它是多头开放的花瓣，我这一棵它的开花枝很长，那我认为
应该是半阴的区域对它会有一点徒长的现象。它有非常浓郁的香气，很好闻，而且它的样子，它的花瓣并没有非常的多，但是它却又呈现一种很蓬松的感觉我非常喜欢它这一种松弛感吧，可以说。我在它的旁边种了一株大花飞燕草，蓝色和白色是比较经典的搭配。在 Desdemona 的旁边，我种了一棵瑞典女王。瑞典女王它的直立性非常的好，即使是雨后也不容易垂头。但是瑞典女王它在我这个位置暂时表现还一般，它的花量明显不如 Desdemona 以及同一个地块的其他的花朵。瑞典女王它的花期确实不长，有一棵是它跟奥利维亚同时期开的，奥利维亚的花还坚挺在枝头上，它就已经散落了。所以如果对花期有要求的朋友，瑞典女王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然后接下来的旁边2棵，一个是波塞冬，以及是罗尔德达尔，它们现在还只是花苞的状态。罗尔德达尔是非常强健的品种，你可以看到它一个枝头上面有非常多的花苞，很惊讶，就是一枝至少有20朵花。它现在开的话，也只是它中间的主花开了，旁边的花苞还没有盛开。在罗尔德达尔旁边的是奥利维亚。奥利维亚一直是我院子里最早开放的奥斯汀的品种，应该是不只是奥斯汀，是我最早开放的玫瑰品种之一。奥利维亚它是非常漂亮的淡粉色，它的花瓣层数很多。春花的话，它的花头还非常的大，它也有不错的香气。奥利维亚是奥斯汀以他的孙女命名的，可见他对此花的喜爱。我在它的后面种了一棵是玛格丽特王妃。玛格丽特王妃似乎并不是很适应半阴的区域，去年一整年既没有开花也没有长枝，今年春天稍微好了一点点。它的枝条并不够能够固定在墙上，因此我给它配了一个架子，让它暂时先固定在这一个花柱上。在这个区域我还搭配了毛地黄以及一棵我很喜欢的铁线莲 HF Young， 还有一棵是高山杜鹃 Puss Weissman。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开放的样子就是呈这种淡黄色，完全褪去了粉色。那今天关于已经开放的这几个品种的介绍就到这儿，那我们留一点时间看一下花，那我们期待下次尽快再见，拜拜。